先问小伙伴们一个问题：假如你可以看到你的未来，但是没办法改变未来，你看到你毕业、工作、结婚、生死，每天周而复始，在无意义的重复中跳不出来，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会怎么办呢？下面3个选项，把你的选择打在公屏上。1. 自己先了结自己。2. 放弃治疗，得过且过。3. 偏不信邪，活出精彩。你可能会觉得选择1的人太偏激了。事实上，中国每年有25万人用这种方法结束无意义的人生，未遂的人更是高达200万人。选择2不失为一个佛系方法，因为绝大部分人的一生都是如此。既然这样，倒不如该打工打工，该干饭干饭，躺平就好。选择3是少数人对无意义的人生发起的奋力反击。生命没有意义，那就赋予其意义，自己做主，一定要活出精彩和价值。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也确实有点深奥。阿尔贝·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是加缪在自己29岁时对人生意义的思索。这本书可以说是加缪的个人随笔，但却成为20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随笔。加缪作为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很多代表作品都脍炙人口，《局外人》《鼠疫》等都为我们所熟知。他也在1957年成为法国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看的这本是读客文化出版的加缪之女亲笔推荐，当然最主要的是书中有思维导图和万字导读，看起来不至于太吃力。聊这本书，我们还是要先从一个神话故事说起。西西弗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个足智多谋的国王，但因触犯了众神，被要求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这个看似轻松简单的惩罚却暗藏玄机。由于巨石太重了，每次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只能永无止境地重复着。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严厉的惩罚了。西西弗的生命就在这样重复无意义的劳作中慢慢消耗殆尽。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西西弗的影子？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不断推石上山的过程？自求学开始，我们就跟其他孩子一起学习、考试、再学习。上了大学，以为自己站在了山顶，但毕业后又跟其他求职者一起竞争好的公司和职位。成家之后，你会发现婚姻育儿都需要从头开始经营。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他们也重复着我们的人生。我们一次次走到某个阶段的终点，又一次次回到另一阶段的起点。一天、一年、一生都是如此。这一过程与西西弗所受的惩罚惊人的相似。我们一无所有的来到这个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的重复生活，再一无所有的离开。人生仿佛不仅没有意义，反而充满荒诞性。不过我们似乎很少像开头那样，作为一个旁观者，像看电影一样去看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沉浸在这个游戏中，却没有向游戏的幕后黑手提出为什么的质疑。为什么18岁推着学业这块巨石上山？为什么28岁推着家庭这块巨石上山？为什么38岁推着事业这块巨石上山？为什么68岁上炕都费劲了，还要推着养老这块巨石上山？西西弗神话在第1章就确定了人生无意义的荒诞性，也对这个无意义的游戏提出了质疑。但质疑之后呢？是继续起床上班、吃饭睡觉，还是像选项1那样了结了自己呢？当我们身在此山中的时候，不会觉得有问题。一旦发现了问题，而且无力改变时，焦虑、绝望就会随之而来。当然，如果仅仅发现了人生的荒诞这一现象，加缪就不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加缪说，确认生命的荒诞性绝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开始。书中探讨了荒诞与自杀这个哲学问题。自杀在一定意义上，如同在情节剧中那样，就是承认自己跟不上或者不理解生活了。加缪提到的自杀有2层含义，一个就是我们了解的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另一个是哲学式自杀。通俗点讲，就是把宗教信仰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而这2种方法无非是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逃避，这对明智的西西弗来说都不可取。那什么才是反击荒诞人生的正确姿势呢？诸神设定惩罚的目的，就是要看西西弗在无尽重复的劳作中迷茫、痛苦、绝望。每一次推动巨石紧绷的肌肉，每一次追赶巨石紧张的奔跑，每一次追寻希望而不得，空虚的内心都是诸神肆意发酵的点。但西西弗依然没有让他们得逞。推石上山当然没有意义，也无需去寻找意义，因为意义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西西弗创造的意义存在于踏实踩下的每一个脚印，存在于努力洒下的每一滴汗水。推石上山这场搏斗本身便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创造意义似乎不是一个新词，但第一次有这么深的感悟。人生这趟旅程，我们都在赶路，却很少有人去感受路。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是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但如果没考上，没找到，人生就没有意义吗？这个过程，我们一直被非黑即白的思维禁锢，同时也用目标的完成度来衡量自己的努力程度。过于在意结果会让自己很累，没有达到山顶就落下的巨石，也会让你没有勇气去面对下一次上山的过程。如何让无意义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加缪提到了3个关键词：反抗、自由和激情。什么是反抗？你可能会说打碎巨石，但毁掉自己的使命其实是一种逃避的表现，所以也不可取。加缪提到，接受人生中的荒诞，与荒诞共存就是反抗。看似矛盾，但这是反抗众神最有效也是唯一的手段。逃不掉的宿命，用坦然的态度去接受，就是对荒诞人生最大的反抗。鼠疫的主人公李鄂日夜奔波，不辞辛劳地与疾病搏斗。他深知医学的力量有限，难以消除鼠疫，但他依然忠于职守，医治病人，控制鼠疫继续流行。这一过程如西西弗推石一样，坚忍专注，无所畏惧。为生命赋予何种意义是我们的自由。我们所理解的自由更多的是财富自由、时间自由。等我有钱了，我要炒掉老板，想去哪就去哪，想买啥就买啥。但我们在追寻财富自由的过程，也是被束缚的过程。而且我们都知道，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你爬上山顶的那一刻，还会想要爬上下一座更高的山。所以，你真正能感受到自由的时候，并不是通过身外之物来衡量的。书中的自由是一种回归自身，摆脱所有身外之物的自由体验。人生拥有无限可能性，就看你如何去定义自己的人生自由了。专注当下，忘记明天，就会产生想要探索一切的激情。一切目的性都会有压迫感，一旦没有达成，会极大的磨灭你的激情。举个例子，为了考试而学习，结果考试因为紧张而发挥失常，然后觉得自己脑子笨，学不好，恶性循环。我们换个思路，学习没有目的，这是当下该做的事儿。我就专注于每一节课，每一道题。考试只不过是一个山顶而已，巨石还会落下，何必在意某一次的结果？我们该关注的不是未来的某时某刻，而是现在的此时此刻。现在的每一步都可以被赋予意义。激情只有源于自身，而不是目的性，才会更持久和牢固。人生有意义吗？没有，但正因如此，才更值得经历。加缪揭示出人生荒诞的同时，却不绝望和颓丧，并主张用反抗、自由、激情的方法赋予人生意义。这本书或许能给焦虑、迷茫的人一个打开人生的正确方式，所以很值得2刷3刷。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清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清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有没有人对你说过这句话？你一点都不成熟。以前有人这么说我，我都想生气怼回去。长了30多年，腰也粗了，头也秃了，你跟我说不成熟，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其实我也知道，他们并不是要拿出身份证比比谁大，而我只是不愿意承认心智成熟不能用生理年龄来衡量的事实。现在想想，这或许也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那怎样才算心智成熟呢？今天咱们借《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聊聊这个问题。起初看到书名的时候，我还以为又是迎合大众口味的鸡汤，但在深入了解之后，我被打脸了。这本心理学著作自1978年出版以来，被翻译成23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豆瓣9万多人也打出了8.4的高分。它的内容没有那么时髦，有些甚至可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我还是恳请大家耐心看完本期视频，因为它真的能让我们在心智成熟的旅程上有所收获。作者斯科特·派克是一位心理医生，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治愈了上万名病人，但过程并不像结果那么美好。事实上，在大多数治疗过程中，他都经受着长期的困惑和沮丧，所以开篇第1句他就写下了 Life is difficult。 跟那些赞美生活的话比起来，这或许才是人间真实。生活不如意10之8九，
不管我们接受与否，众生皆苦就是事实。但很多人不敢正视人生的苦难，特别是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不成熟的一面。有的选择逃避，生活是一场战斗，我不打你就不能把我怎么样，考不上大学就不上，找不到工作就啃老。有的怨天尤人，我之前也是这样，总觉得命运不公，凭什么别人顺风顺水，我到哪儿都是逆水行舟。还有的用不好的方式来发泄，严重酗酒、沉迷游戏，甚至把消极情绪转移到家人朋友身上。仔细想想，这些心理防御机制就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比如做错了事儿，赶紧捂着双眼，看不到它就没发生。看见别的孩子吃冰淇淋，就跟大人发牢骚，大人不给买就开始撒泼，在地上打滚。所以派克觉得，心智成熟的前提就是不要用生活美好来欺骗自己，而是接受人生苦难重重这个事实。看上去好像有点丧，但这并不代表向人生妥协。相反，作者觉得人生是一个不断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的存在不是为了压垮我们，而是让我们更强大。就像学校刻意设计各种问题，让学生动脑子想办法去解决。唯一不同的是，学校里有老师，而生活中只能靠我们自己。接受之后要如何应对呢？作者提到一个词，自律。乍一看没什么新意，但作者所说的自律并不是早睡早起好好学习这么简单，而是主动要求自己以积极的态度去承受痛苦。它包括4个原则：延迟满足、承担责任、忠于事实、保持平衡。咱们一个个说。小时候大家应该都一样，想要什么东西那必须立刻马上得到。我从不相信父母说的明天再买，鉴于我每次的态度都很强硬，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一顿毒打。长大了也没好到哪儿去，复习功课那是能拖就拖，组团开黑就一刻都不能等。做事情不是以重要程度来衡量，而是拿能不能获得快感来说事儿。作者提到一个案例，有位女士找到他，想要改掉工作拖延的毛病，结果发现问题的症结竟然是吃蛋糕的习惯。这位女士很喜欢吃蛋糕，确切的说是喜欢吃蛋糕上的奶油，所以她总是先吃奶油再吃蛋糕。上班也是一样，她总是先处理容易和喜欢做的事情，困难的就往后推。派克让她反过来试试，结果很快她就克服了拖延。你看，只是颠倒了一下顺序，甚至都不能算是一种新的方案，怎么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呢？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先易后难，每一件都比上一件难搞，等于是越来越痛苦，也就越来越想往后拖。反过来，先难后易，就是越做越轻松，处理问题的心态完全相反。另外，人的意志力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跟肌肉力量一样是会被消耗的。先难后易能充分利用意志力，保证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很多人都没办法做到延迟满足，为了玩游戏经常熬夜，为了高配生活刷爆信用卡，为了当下快乐透着未来。他们不知道，这样不仅让痛苦在将来不断积累，也把心智成长的可能性淹没在无限的欲望中。我有一个表弟，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在社会上打拼了10几年，一直混得不好。他的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自己当初不想上学，能怪谁？表弟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总是告诉我，我爸不想让我上学，我现在只能这样。要说处理问题最快的方式，那一定是推给别人，但这样同样也是最坏的方式。孩子说不上学就不上学，作为父亲要承担教育失败的责任，而不是推到未成年的孩子身上。表弟进入社会没有混好，也不能把责任推给父亲，毕竟当初辍学是自己的决定。小时候我喜欢说这些话：这大钱打我的，谁让你不提醒，都怪你不帮忙，不关我的事。长大了还是把他们挂在嘴边，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自己专注甩锅20年。心理学上有一种人格障碍叫人格失调症，就是缺少自主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你看是不是跟大多数人的症状一模一样？也刚好印证了作者的一个结论，几乎人人都有心理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美国作家埃尔德里奇说过一句话：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不管把责任推给谁，问题并不是消失了，而是短暂的寄存在别人那儿，时间越长问题越严重，最终会连本带利的还给你。所以承担责任甚至比第一条更重要，该来的迟早要来。人们以为推给别人就是躲过了责任，但其实只是躲过了心智成长的机会。人们认知这个世界的过程，就像是在绘制一张地图，从小就开始了，哪有山哪有水，哪条路好走，哪条道布满荆棘。小时候我们听大人的话，会以为夜里真的有老猫，说谎话真的会尿床。长大后发现，黑夜只是天体运动的结果，说谎话也只是不好的行为而已。随着年龄的增长，地图会变得清晰准确，这也直接决定了我们对客观事实的了解程度。有些人一直在修改自己的地图，不管年龄多大，没有偏见和优越感，努力接受新的认知。还有些人还未成年就放下了画笔，
他们以为自己的地图准确无误，不需要再修改。年轻的时候我也总是会有偏见，看到别人天天去图书馆，会觉得他们装；看到有人刚毕业就找到好工作，会认为是靠家里人。心理学上有个词叫退行，就是说成年人用小孩子那套方式来应对困境，缓解焦虑。现在想想，我的行为跟小孩子毫无二致。就像小时候我们总喜欢跟小伙伴们比谁的才是好的，他喜欢泰罗奥特曼，我喜欢赛文奥特曼，谁也不让谁能吵一节课，因为在我们心里自己坚持的才是事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人们看不到事实，而是不愿意承认事实，他们更愿意待在舒适区里，对不同的声音视而不见。心理学家凯斯桑斯坦提出了回音式效应的概念，我们在封闭的环境里，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不管他们是真理还是谬论，我们都会信以为真。舒服是舒服了，但也封死了心智成长的道路。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碰上哪天大人买水果了，我就像饿了半个月的狼一样，不吃完不罢休，有几次都吃到肚子疼。我还说他们买的水果不新鲜，后来他们买的次数就更少了。保持平衡就是要懂得取舍，建立一套富有弹性的约束机制。小时候贪吃贪玩，不顾后果的放纵自己是不平衡的。成年了迫于生活压力，只知道拼命工作，不给自己喘息的机会，也是不平衡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到了人格结构的3个组成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简单来说，本我代表着人类最原始的欲望，无视外界的道德规范，怎么爽怎么来。之所以人不会放纵自己，是因为有超我，它是人格中最美好的一面，道德高尚，追求完美。二者完全对立，但又能和谐共处，靠的就是自我。它就像是一个现实的和事佬，一方面调节本我，一方面受制于超我。心智成熟不是本我支配的原始冲动，也不是超我追求的完美圣人，而是在自我的调控下保持人格的平衡状态。书中提到，保持平衡意味着放弃，但放弃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得到的必经过程。上面4个原则好像每一个都很痛苦，既要先苦后甜，又要承担责任，还要打破自己的认知和懂得取舍。不过看了作者下面提到的2个驱动力，你就会发现心智成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第一个驱动力，爱，也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不过作者所说的爱依然不是一般的爱，而是为了促进自己和他人的心智成熟，不断拓展自我界限，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意愿。根据定义，男女之间的爱情就不属于这种爱。首先，这只是动物的本能，并不是人类的专属。另外，派克甚至觉得这是心智的退化。虽然每对恋人都觉得他们的爱力量很强大，但本质上只是一种幻想，跟小时候幻想自己是超人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归于平淡之后，有些人会后悔，我真是瞎了眼，怎么会看上你？怎么理解作者所说的爱呢？其实就在字面上，促进心智成熟，而心智成熟就是上面提到的4个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爱，可以不在乎眼前的收获，可以让你产生责任感，愿意推翻自己，重新认知，又不至于丧失自我，那就是真爱无疑了。有一些科研工作者对真理的追求就是真爱。第2个驱动力，潜意识。潜意识就是无意识的、没有被察觉到的心理活动，听上去不靠谱，但人们95%的感知、记忆、决策都是潜意识承包的。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经历，面对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但某一刻突然灵光一现，就有了答案。有时候需要我们做选择，跟着感觉走的决定竟然是最佳选择。虽然不好解释，但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给出了暗示，就是说很多我们未知的智慧就像遗传基因一样，来自于全人类智慧的继承。既然是无意识的，我们怎么才能察觉到它们呢？这里有3个工具：梦境、口误和杂念。举个例子，有个朋友第一次见未来丈母娘，人家给他端来一杯水，他来一句不抽不抽，尴尬的气氛瞬间更尴尬了。其实他想来一根缓解自己的紧张。杂念更好理解，比如工作了很长时间，你发现大脑思绪飘了，直觉在告诉你该休息了；打着打着游戏，觉得好像没意思了，直觉在告诉你该干点正事了。我们需要聆听潜意识的声音，让意识中对自己的认识更接近真实的自己。对潜意识认识的越多，意识就越成长，心智也就越成熟。到这里就是我对少有人走的路浅薄的总结。书中理论偏多，担心大家看不下去，我语速比较快，大家见谅啊。非常感谢耐心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也希望10分钟的视频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收获。网上有个调侃，当你觉得人生已经很糟糕的时候，强忍着痛苦和泪水，努力熬过去，你会发现它真的可以更糟糕。但很多人依然可以活得充实和精实，所以心智成熟并不难，因为爱和潜意识是刻在每个人骨子里的本能，只是还没有被我们充分唤醒。
电影中男主角安东将煤气灯放在阁楼上，故意调成忽明忽暗的效果。当他的妻子宝拉问煤气灯为何总是闪烁的时候，他坚称没有这回事，一切只是他的幻觉。这种扭曲事实的做法让宝拉逐渐怀疑自己的认知，直到精神崩溃。煤气灯操纵一词也由此诞生。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新航百度。最近的瓜一个接一个，又大又甜又不要钱。有个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gaslighting， 煤气灯效应。这个看起来很有年代感的词，可以说是 PUA 的鼻祖啊。比如张三是煤气灯操纵者，他扮演那个凡事都正确的角色，以此来保持自己的身份认知。李斯是被操纵者，他非常尊重和信任张三，并渴望得到他的认可。这样一来，关系就不对等。张三利用李斯的恐惧，渴望被理解的心理需求，不断扭曲事实或灌输虚假信息，对李四进行洗脑，导致李四质疑自己的记忆认知，最终完全相信和依赖张三，任由张三摆布。你可能会觉得哪有那么傻的人，但现实中这种情况很常见。心理学家罗宾斯特恩早期接触过很多类似的病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陷入某种操纵关系中，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工作中，而且没有办法抽身。起初罗宾也是难以理解和定义这种关系，直到他看了开头咱们提到的电影《煤气灯下》，他把这种现象命名为煤气灯操纵，并在2007年写了《煤气灯效应》一书，人们才对这种远比 PUA 恐怖的精神控制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们先来看看哪些人会成为煤气灯操纵者。书中提到了3种类型。一、魅力型，这在恋爱中比较常见，特别是在恋爱双方付出不对等的情况下。比如一个女生，我们就叫她刘英吧，她非常喜欢自己的男朋友玉田，但是有一天玉田不给她联系了，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一连2个星期。就在刘英感觉生活无望的时候，玉田开着车带着花出现了。刘英是又生气又惊喜，不断问他为什么消失这么久。玉田拒绝回答，只是强调好好享受现在的2人世界。你看，玉田并不认为自己的消失有问题，反而觉得刘英的情绪是他自己不讲道理。他通过个人魅力和浪漫的技巧误导事实，并要求对方妥协。这种模式下，被操纵者会慢慢同意对方坚持的错误观点，却不知道自己的让步才是对方的目的。2. 好人型，好人型操纵者表面看起来为你付出和妥协更多，但你总觉得这个好让自己浑身不得劲儿。比如玉田刘英结婚了，婚后玉田总是强调自己的付出，而忽略对方的付出。他俩一块看电影，玉田想看谍战片，刘英想看爱情片。玉田会说我不重要，反正都是我妥协，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唉声叹气，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心理治疗师莱斯特·利诺夫形容得很贴切，不尊重的顺从，表面看似通情达理的妥协，实际上是一点点控制对方的情绪。刘英虽然赢了争执，但是总觉得自己错了，之后就会慢慢妥协，顺从玉田的想法。3. 威胁型，前2种煤气灯操纵其实很难发现，因为手段比较隐蔽。威胁型是简单直接，我就是要操纵你。比如玉田上班，刘英带娃，玉田就会经常说你对这个家一点贡献都没有，都是我在养你。或者因为一件小事没做好，玉田又会骂你还能干什么，你不觉得自己很笨吗？如果刘英抱怨2句，玉田又会说你是想跟我离婚吗？这种不断的贬低、排挤和威胁，让刘英觉得自己真的一无是处，必须依赖玉田才是个健全的人，所以即便心里委屈难受，还是无条件服从对方。最可怕的是，现实中的煤气灯操纵者并不是以上3种类型的其中一种，而是2种甚至3种的复合性操纵者。这样的话，被操纵者很难对号入座，无法察觉和判断自己是否被操纵。那我们在生活中如何识别煤气灯陷阱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你是否有这些情况。1. 你总觉得自己太敏感了。2. 你对某段关系感到困惑甚至失常。3. 你总是在道歉或者撒谎来逃避贬词。4. 你甚至难以做出简单的决定。5. 你觉得不对劲儿，但不知道哪儿不对劲儿。6. 你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这些症状也可能出现在有焦虑障碍、抑郁症的人身上。但注意了啊，区别就是煤气灯陷阱是由某个人积极主动的让你出现这些感觉。比如你跟张三在一块没问题，但跟李四一起就像触发了开关一样，那李四就是煤气灯操纵者。李四还会经常说这些话，你想太多，你太敏感了，我只是开玩笑，你太没安全感了吧，根本没有那回事儿。咱们能发现煤气灯陷阱有2个关键信息，一是扭曲现实，2是播种怀疑，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把死的说成活的，然后通过洗脑让你慢慢怀疑自己，相信他。在你的心理防线被一点点被攻破的时候，其实是经历了下面3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不相信你的话。第一阶段比较浅，也容易被忽略。这个时候，操纵者会找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儿，不断的试探对方的底线，而被操纵者起初肯定是不认同、不相信对方的说法，但大多不会放在心上。比如这么简单都不会，真够笨的，这么胖还不打扮，谁会要你？1-2次还好，但时间一长，被操纵者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笨、真的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经常听到别人这么评价你，就要注意了，因为这个阶段被操纵者的反应决定了自己最后是彻底沦陷，还是把煤气灯扼杀在摇篮里。第2阶段，或许你说的有道理，虽说都是一些小事儿，但被别人这么说自己，多少还是有些难受的，更何况还是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对吧？所以被操纵者就试图辩解，极力证明自己没有问题。这种辩解往往不是证明自己对，而是想得到对方的认可。但操纵者呢，
要么是霸道的监视自己，要么是不尊重的顺从。总之被操纵者捞不到半点便宜，而且随着争论次数的增加，被操纵者更没有安全感，担心对方不喜欢自己，外界找不到安慰，就只能自我安慰。或许他说的有道理，我可能就是比较笨，比较胖。这个时候被操纵者会变成玻璃心，过于在意对方的感受，总是想得到一些认可，立场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第3阶段全部都是我的错。到了第3阶段，被操纵者已经完全是自我压抑状态，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对方批判和贬低，同时心里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活该得不到认可；二是我不够好没关系，他不离开我就好。被操纵者已经完全被洗脑，不再有独立的人格，而是依附于操纵者，一般表现出对所有事情麻木，几乎没有朋友，逃避与别人交流。虽然自己或别人察觉到一些不妥的地方，但还是心甘情愿地维护操纵者。现实生活中，这3种阶段就像是条迂回道路，有些人一直在第1阶段，有些人则在3个阶段来回拉扯。如何才能关掉煤气灯呢？罗宾斯坦恩提到了几点建议：一、识别问题，理清事实，把重心聚焦在自己的真实感受上，而不是迎合别人的感受。特别是魅力型和好人型操纵者，很善于伪装自己。但关键的一点是，不管他多有魅力，表面上对自己多好，如果没有真正关心过自己的感受和需求，都是有问题的。可以把你们的对话、事情经过写下来，客观的分析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2、正视关系，把权力交给自己，不管他是爱你的人还是大你一级的领导，如果他不是在争论事实，而是争夺权力，而你总是习得性无助的妥协让步，最好立刻停止。可以尝试在一些事情上由自己来做对的决定，另外留意哪些话或者事情会引起对方的煤气灯行为。这个时候坚信自己，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用为对方的问题负责，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让对方关掉煤气灯。3、允许自己放弃，即便争论很可能没法达成一致，但争论的目的是互相尊重，如果这一点对方始终做不到，就允许自己放弃这段关系。由于路径依赖或者沉没成本的影响，做这个决定可能很难，但我们要清楚，这不是我们值得骄傲的财富，而是不断积累的负债，所以越早摆脱越好。4、爱自己是爱一切的前提。每个成年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可以部分依赖别人，但绝不会也不能完全依赖别人。在你尊重、包容、怜爱别人之前，一定要先这样对自己，不然这些只会给你带来伤害。爱自己也能帮我们树立自信、独立的人格特质。5、建立新的社交关系。除了狗血的爱情剧，没有谁离不开谁。你可能忘不掉那个伤害你的人，但你可以用另外一个人来取代他。这是咱们之前提到的白象效应，就是你的大脑思想无法落空，必须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就是建立新的社交关系。分手了去找一个新的对象，辞职了换一份新的工作，有时候没心没肺，反而活着不累。在煤气灯下影片最后，宝拉终于认清丈夫操纵自己的事实，警察把安东绑在椅子上，安东一再要求宝拉帮他解开绳子，不过宝拉将计就计，假装自己确实精神混乱，拒绝遵从命令。我不希望现实中的我们走到这一步，而是在对方开始操纵的那一刻，我们都可以自信地怼回去，那只是你的想法，如果你愿意听，我可以给你解释，当然我也懒得解释。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我发现现在年轻人有2大终极痛点：一、时间永远不够用；二、躺床上总是睡不着。作为一个专治疑难杂症的科普区 UP， 我也想到了解决方案。原来睡8个小时的，现在压缩到2个小时，这样一来时间不就多了？而且睡2个小时肯定会困啊，那样是不是也更容易睡着了？嘿，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真佩服自己不要命的聪明才智。不过咱不是张嘴就来啊，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我还真查了一些资料，就想看看有没有人每天只睡2个小时。答案竟然是有。今天咱们就聊聊关于睡眠的几个问题，相信我一定能颠覆你的认知。一般我们认为人的睡眠模式只有一种，就是每天晚上睡6到8个小时，当然也有像乔花公主、谷爱凌一样睡10个小时的。其实人的睡眠模式一共有5种，咱们一个一个说。第一种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睡眠模式，白天活动，晚上睡觉，一天睡1次，睡眠时长占一整天的1/3左右，叫做单向睡眠。第二种是一天分成2个睡眠阶段，晚上睡4到6个小时，白天再睡20分钟到1个半小时，这个叫双向睡眠。其实在没有电灯之前，把睡眠分成2段的做法可能是西方的主流选择。荷马史诗《奥德赛》等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就提到过，比如男主角夜里醒了，然后给女神写个信继续睡。与之相对应的现在，很多人也有双向睡眠习惯，只不过是固定在中午和晚上这2个时间段。后面3种统称为多项睡眠模式，顾名思义就是一天睡很多次。多项睡眠在动物界很常见，超过 86% 的哺乳动物都表现出多项睡眠节律，这也被认为是哺乳动物祖先们的睡眠状态。可以想一下你家的小猫小狗是不是这样？说是这么说啊，但细分后的每一种多项睡眠模式，你可能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接着看。
第三种是由一个晚间睡眠加2到4个日间睡眠组成。如果晚上睡4个半小时，白天就睡2次，每次20分钟；如果晚上睡3个小时，白天就睡3次，每次20分钟。还有的晚上只睡1个半小时，每天睡4次，同样每次20分钟。至于为什么每次都减少1个半小时，咱们之前提到过，这是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这种睡眠模式叫做 Everyman， 据说是大部分人能接受的意思。第四种睡眠基本上把白天黑夜的概念模糊了，就是每隔6个小时睡1次，每次30分钟，一天4次。你看这样的话，每天的睡眠时长就只有2个小时了。这种睡眠叫 Dymexia， 意思是最大限度的。美国著名的建筑师巴克敏斯特·福勒就是这种睡眠模式。他认为人类有一个能被快速补充的主要能量储备舱，只要你刚犯困的时候打个小盹，就能减少每天的睡眠时长。而且他从来不会感到疲惫，他的年轻学生也都跟不上他的节奏。最后一种 Uberman， 这个是从德语 Uberman 起来的，意思是超人，所以也可以叫做超人睡眠模式。这种睡眠模式是每隔4个小时睡1次，每次15到20分钟，一共6次，也就是一天只睡1个半到2个小时。这种超人睡眠模式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所以如果有谁做到了，真的可以被称为超人了。我们熟知的一位大神，擅长绘画、雕刻、发明、建筑、音乐，通晓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气象学。有小伙伴应该猜到了，他就是博学者天花板达芬奇。现在想想，难怪人家在各个领域都有极高的成就。咱们之前提到过，一个完整的睡眠需要4到5个睡眠周期，每个周期90分钟左右。这么说的话，多项睡眠显然满足不了。你像我一天睡8个小时还犯困，他们是怎么做到只睡2个小时还满血复活的？其实每个睡眠周期又可以分为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2个阶段交替进行。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你的眼球会不由自主地转动，我们做梦也是在这个期间，所以有时候一晚上能做好几个梦。更重要的是，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的身体会完全放松，进行深度修复，大脑也主要在这个阶段对白天获取的信息进行整理，形成记忆。也就是说，快速眼动睡眠是最核心的深度睡眠阶段，它在一个睡眠周期中所占的时间是20到30分钟。这也是为什么 Dymexia 和 Uberman 每次的睡眠时间都控制在20到30分钟。那么问题来了，对于很多人来说，20分钟可能还在床上数羊，他们是怎么跳过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直接深度睡眠的？有个意大利人叫劳迪奥·斯坦皮，起初是一个狂热的长距离单人帆船爱好者。这种运动赛程多变，赛时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运动员需要挑战人体极限，睡个安稳觉肯定是不可能的。也是这个原因，他开始研究多项睡眠。在历时49天的多项睡眠实验中，他让艺术家弗朗西斯科·约斯特每隔3个小时睡30分钟，也就是一天睡4个小时左右。刚开始肯定是不适应，几天之后，约斯特的状态趋于稳定，并且每次小睡几乎是立即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斯坦皮认为，正是由于约斯特的多项睡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睡眠剥夺，而睡眠时长的压缩也使得他的身体被迫去提高睡眠效率，才能快速进入 REM 周期。不过只用个例来解释现象，好像并不能令人信服。很多专家觉得这种多项睡眠并没有科学依据和普适性，而且斯坦皮也在实验中发现，无论怎样的多项睡眠策略，都无法让人达到和正常睡眠一样的精神状态和认知表现。所以他更倾向于，如果你的工作生活没办法保证完整的睡眠，可以把多项睡眠当作弥补认知功能下降的一种手段，至少两害相权取其轻。睡眠模式还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喝咖啡睡不着，有的人就完全不会，所以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尝试，但如果一直没办法适应，还是不要勉强。与其一整天浑浑噩噩，真不如解决躺床上睡不着的问题。睡得好能提高白天的效率，跟增加时长的结果也差不多。首先必须要提醒大家一点，睡不着千万不要硬睡，你越想睡着你就越睡不着。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这国宝级的黑眼圈就是答案。另外也不要寄希望于喝点酒吃点褪黑素，它们只会让你的睡眠陷入恶性循环。下面我们来看看著名的海军2分钟入睡法。我们都知道，军人在战场上要时刻保持警惕，万一睡得太香，敌军很可能在梦里就把你送走了。而且由于作战压力太大，很多人特别是飞行员都存在应激反应，睡不好状态就不好，有时候一个小失误可能就机毁人亡了。所以当时的美国海军少尉巴德温特就研究了一套帮助飞行员减压快速入睡的方法。后来他把这个方法记录在 Relax and Win 这本书里。据说经过6周的训练，96%的飞行员可以在2分钟内入睡，甚至包括相声不断的情况。第一步是放松面部肌肉，躺下来闭上眼睛，额头、眉毛、鼻子、嘴巴、下巴全都放松，让脑袋沉沉地陷在枕头里。放松的时候伴随着缓慢的深呼吸，感受空气在鼻腔或者嘴巴里流进流出，后面几步也要保持深呼吸。第二步，从上到下放松脖子、肩膀、手臂，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如果没办法完全放松，就先绷紧肌肉3秒钟，然后再放松。第三步就到了下半身，从大腿到脚趾，同样也可以先绷紧3秒再放松，
整个身体的状态就像是一个大果冻，一碰会左右晃动那种感觉。最后一步，让思想放空，大脑里可能会浮现白天的一些事情，糟心的、开心的都不用管，就任它在脑海里飘过，不要试图去抓住它。一旦抓住了，你又开始胡思乱想了。如果没办法停止混乱的思绪，你可以想象自己躺在一个平静湖面上的小船里，仰望着蓝天白云，专注这个画面10秒钟，效果立竿见影。听上去步骤很多，其实就是从头到脚依次放松，伴随着深呼吸和大脑放空。1-2天可能效果不明显，但坚持下来，你就能练出倒头就睡的技能。要知道，飞行员练习这套方法是坐在椅子上的，比咱们躺床上要难多了。如果想要更快的达到这个效果，我们还能加上一些辅助技巧，绝对事半功倍。1. 困意来了马上睡觉，千万不要硬撑，这是绝佳的机会。一旦你撑过了这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又不困了，再去睡就没那么容易睡着了。2. 作息规律，固定睡觉和起床时间，你的昼夜节律身体一清二楚，所以要顺着它，不能打乱。3. 灯光调暗，室温调整在20度左右，睡着的时候人的体温会降低，你先调整好就能欺骗大脑，让它误以为你正在睡觉，分泌相关激素。也可以睡前90分钟洗个热水澡，这样体温下降的更明显。4. 睡前一定要远离手机、电脑、咖啡，如果看书能让你犯困，倒是可以看会儿书。5. 长按点赞，一键3连。这条是我瞎编的。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